人的层次不是由社会阶层和财富决定的，也不是由地域和出生背景决定的。决定一个人层次的是他们的经验、阅历、眼界、价值观、格局、支配时间的方式以及人生的趣味。由于有了不同的层次，于是便有了不同的圈子，每个圈子里的人都有着那个圈子里独特的群体特征。群体的叠加使得每个圈子都自带各自的能量场，高层次的圈子自带正能量场，而低层次的圈子则带着暗黑的负能量场。如果想要自己的人生充满阳光，那就请远离你身边的负能量场，远离你身边那些低层次的圈子。阿木跟先生刚结婚的那几年，由于照顾双亲的原因，搬到城郊与老人同住。那是一座2线城市的城郊，村子还算富有，村里年轻人过的都是居住有洋楼、出入有轿车、通话有 iPhone 的生活。经济生活与城市无异，村子里的人也热情好客，可是阿木却始终无法融入村里的圈子。阿木说，我从来不以财富、阶层来给人贴标签，可是有些圈子，即使你努力去适应，你也依然无法融入，强制的融入只会让彼此都无比尴尬。村子里的很多人喜欢晚上带着孩子去别人家串门，家长里短，一待便是2个小时，也没有什么具体的事情，就是评论各家那些闲言碎语，消耗时间。阿木晚上需要全心陪伴孩子，或者考虑工作的事情，或者看书写文章。对他来说，晚上的时间是很宝贵的，是用来让自己增值或者充分休息的。如果自己的时间被长时间的被没有价值的事情占用，他会觉得很恼火，并且他认为长时间占用别人的时间，那同样也是件非常不礼貌的事情。所以他从来不会带着孩子去东家西家串门，时间长了也先有人会到他家串门，他自然乐得清静。他有时候也同村里的年轻人聊天，但是后来他发现一聊天他就头皮发麻，五官颠覆。他不明白，本是年纪轻轻该奋斗的年纪，却每天把所有的精力放在谁添了件新衣服，谁家的公公婆婆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谁家的老公挣了多少钱，这些别人家的生活中。他也不明白，明明是在最好的年纪，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抱怨，永远都在抱怨自己的家庭不幸福，抱怨自己的工作太苦，抱怨自己的男人是个怂货，抱怨自己没有好命。阿木不爱背后谈论别人的生活，也不喜欢怨天尤人的生活方式，再加上对他们的价值观确实不敢苟同，因此也没有什么共同的话题，往往一交流气氛便跌至冰点，尴尬至极。所以大部分时间他都待在家里读书写字。于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他都过着这样的生活，既能穿着高级套装，化着精致妆容出席正式场合，用流利的英文大方得体地介绍自己，亦能不施粉黛，粗布衣裳，素手羹汤，隐匿在一堆穿着昂贵却不得体，涂着劣质化妆品的人群中，仿佛低到尘埃里。在村里人眼里，他是一个另类，在他的眼里，那个圈子依然也是一个融不进去的群体。计较于家长里短，不一定不是充满了烟火气息的幸福，关注着国际动态，不一定不是充满了杞人忧天的忧虑。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圈子无所谓高低，只是认知和生活方式不同而已。当你到过更高的地方，看过更远的世界，你会更关注于自身的成长，而不会斤斤计较于那些家长里短的琐碎。很多时候，层次越低的人越容易放弃自己，他们不成长，不努力，不改变，抱怨和揶揄是他们评判世界的方式。谁家的媳妇打扮精致，他们会说穿成这样肯定在外头男人。谁家的男人能挣钱，他们会说哎呦，还不知道在外面有没有小的呢。谁家的婆媳关系和睦，他们会说关上门还不是一定吵，装什么装。谁家的日子过得好了，他们会说风水轮流转，谁还没有个顺风顺水的2年，看他能嘚瑟几年。在他们眼里，自己的生活是不幸福的，但是他们更乐于知道别人家的生活比自己还不幸，所以他们永远不会放过别人家里的各种家长里短，
鸡毛琐事，并对此有着昂扬的热情，津津乐道，添油加醋，以讹传讹，大有一副看吧看吧，天底下所有的家庭都是这样的窃喜，并且认为理所应当，我们家过成这样也是正常的自我安慰。他们在对别人家庭生活一地鸡毛的臆想中麻痹着自己的生活，他们永远巴不得所有的家里都会婆媳不和，妯娌大战，儿女不孝，男人出轨，这样他们才有可能在茶余饭后一遍遍对别人的转述中对比出自己还不算太差的幸福，蹉跎着日益油腻的岁月，自封着自己本可能可以更好的未来。大力是我认识的一个富二代，几年前本着切磋球技以求会友的初衷，加入了某高端球友俱乐部。由于是高端俱乐部，参加的自然都是一干有钱有势人士。1月后，大力毅然退出，愤愤然告诉我，原本以为是高端的交流，没想到却是一堆低层次的人的聚会。几次聚会，酒过3巡之后，原本道貌岸然的君子便开始丑态毕露。有人开始谈论自己糜烂的情史，有人炫耀自己如何钻赢了市场的空子，有人开始批判当下社会有多么的扯淡，有人甚至随手召来自己熟知的应召女让大家观摩。而让人寒心的是，在这些癫狂的丑态后，竟有很多人迎合和拍手称快。在他们身上完全看不到本应该作为精英人群的自律、远见、人生趣味和社会责任。一个人的层次与金钱无关，与社会地位无关，与阶层无关。有的人即使粗茶不衣，生活拮据，依然有着良好的修养、自律的生活、向上的态度、豁达的人生，他们像阳光一样温暖着身边的人。有的人即使腰缠万贯，金山玉石，却难有浩然之气，坦荡之怀，内心阴暗，惯于伎俩，斤斤计较，他们像毒瘤一样侵袭着周围的人。低层次的人自带一种暗黑的力量，这种力量有可能是怨天尤人的负能量，有可能是对社会规则、道德人伦的藐视，有可能是对世界透彻的绝望。这种力量一旦合成群体，就更有着摧枯拉朽之势，摧毁着你的心智，磨平你的斗志，让你觉得你的人生同这个群体传递出的暗黑一样的混乱和痛苦。一旦进入这样的负能量场，你的内心会被负能量所笼罩，你会放弃你的成长，放弃你的追求，放弃你原本构建起来的三观，你的内心会变得黑暗，而外界的阳光根本照不进你的内心。离开你身边那些低层次的圈子，离开那些传递给你负能量的群体。1. 永远怨天尤人的姿态。永远怨天尤人的姿态是低层次的人的共同特征，他们永远都在抱怨。工作不顺心的时候，抱怨老板是混蛋；生活不顺心的时候，抱怨老公是软蛋，公婆是恶煞；挣不到钱的时候，抱怨外部环境混沌黑暗；看到别人事业顺风顺水的时候，抱怨世界的不公，为什么不给予自己好的资源？对于低层次的人来说，他们永远都在等资源，他们认为只要资源来了，他们的人生就变好了。抱怨是负能量场的漩涡，一旦被卷入，便会被同化，你会迷失心智，失去理智，充满抱怨，看不到生活中的阳光。2. 难有远大的格局。有远大格局的人，他们就像海上的指路灯，为你高屋建瓴，指点迷津，永远能告诉你可以前进的方向，鼓励你去成为更好的自己。有远大格局的人，他们看到的是未来的目标，所以不会困于当下生活的琐碎中，亦不会对当前的蝇头小利而斤斤计较。低层次的人，由于没有远大的格局，他们的眼里只有柴米油盐，只有家长里短，只有当前的利益，看不到未来，当下的生活就是他们的全部，难得豁达，斤斤计较。当你还没有阅读过足够多的书，行走过足够多的路，感悟过足够多的故事，当你还没有见过更多不同的风景，没有站在更高的地方，你永远不会看到更远的风景，你永远不会理解那么多已经存在的合理的人生的层次。3. 被放弃的自我成长。低层次的人太多的把自己的幸福依附在别人身上，期待着等待着别人对自己的施舍，对生活摇尾乞怜。
他们放弃自我成长，放弃把自己变得更好的机会。他们不明白，所有的资源都是自己争取来的。他们也不愿意去接受，所有的美好都是只有把自己变好后才会出现的。他们在抱怨和蹉跎中，日复一日地重复着自己。一旦被他们的负能量场吸引，你会拒绝生长，害怕改变，在自暴自弃中麻木自己。4. 拎不清的三观。低层次的人往往有拎不清三观，他们一方面抱怨社会不公、制度有毒，一方面又无视社会道德、践踏人伦。他们一方面对社会现象鞭辟入里，对世事批判入木三分，满嘴仁义道德，一方面又在呐喊请赐予我无限的金钱、无上的权力以及无比美丽的女人。他们一方面对社会充满仇视，另一方面他们又欣欣然地享受着社会提供给他的保障。他们不懂感恩，一方面享受着社会的福利，一方面又对此口诛笔伐。同这样的群体在一起，他们的负能量场会让你三观尽毁，你原本建构的认知会被颠覆。你也会同他们一样，觉得社会黑暗，人性险恶，世界如此浑浊，要么放弃努力，听天由命，要么仇视一切，暴力自卑。有一个成语叫欲盖弥彰，意思是说，想掩盖坏事的真相，结果反而更明显地暴露出来。有一种人喜欢掩耳盗铃，以为捂住了自己的耳朵，蒙住了自己的眼睛，别人就看不清他了。事实上，更容易被人看透。人的层次一看便知，一个人的层次越低，越喜欢伪装自己，使劲拔高自己。5. 炫耀自己。有一个民间故事，古时候有一个叫张三的人，把银子埋藏地下，又害怕别人来偷，于是上面留下文字：此地无银300两。邻居王二偷走了银子，也留下了文字：隔壁王二不曾偷。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如果你以为自己是天下第一聪明人，那么你就是愚昧无知的人，不自量力的人。低层次的人喜欢不自量力，常常炫耀自己，结果暴露了自己的一切。炫耀自己的财富其实是穷人的特征。如果做了打肿脸充胖子的事情，那么他还是心穷的人，为了面子做了伤害自己的事情。炫耀自己的理想其实是做了青天白日梦，为自己设计了美好的未来，但是迟迟没有行动。他用未来的成绩使劲提高自己的层次，让别人以为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炫耀自己的穿着打扮，出门的时候故意把衣服的吊牌露出来，让别人知道衣服的价格，希望所有的人都啧啧称叹，都觉得他是一个富人。也许他只是借钱买了衣服，或者是借了一件新衣服穿，过2天就要还回去。炫耀自己过去的成绩，他以为做了一件成功的事情，那么一辈子都成功了。他一开口就说想当初、想当年，他的话题永远都是过去的事情。现在他没有进步的迹象，也不想去做什么了。一个只要想炫耀自己，那么就一定有炫耀的资本，哪怕他穷得掉渣，都可以吹嘘自己的富豪梦。低层次的人通过炫耀来拔高自己，让自己成为鹤立鸡群的人。当然，这一切都像拔苗助长一样，结局并不乐观。6. 拼命合群。一个好汉3个帮，一个篱笆3个桩。任何一件事想要取得成功，都要借助别人的力量。一个非常不合群的人一直踽踽独行，估计他难成大器。可是过分合群的人反而会被无用的社交所累，天天混迹饭局和酒局，喝得东倒西歪。酒醒了，发现朋友一个都没有，甚至连谁灌醉了自己都想不起来了。有人说，狮子与虎永远是独来独往，只有狐狸与狗才成群结队。也就是说，只有弱者才喜欢结队，强者习惯了独行。当然，弱者寻找依靠并没有错，但是弱者拼命去巴结别人，以为认识的人多了就能够有依靠的力量，反而是错误的想法。我的同学老林去年在农贸市场租了一个水果摊，他天天在朋友圈和同学群里发消息，
让别人去买水果。去年冬天，老林把水果摊交给妻子打理，他却到处去吃吃喝喝。妻子埋怨他就知道喝酒，什么事情都不管。老林说：“你知道啥？我去外面吃吃喝喝是为了扩展人脉圈，以后很多人来光顾我们的摊位，那么我们就有机会把水果摊变成水果店。”老林的办法行得通吗？事实上，老林拼命合群，并没有带来收入，反而浪费了请客吃饭的钱。俗话说，不合适的群就别强融了。如果你认真观察，总是往群里挤的人，多半是没有时间观念的人，也没有主见和理想。他巴结别人，反而被别人嫌弃和排斥。弱者如果自己不自强自立，那么永远是弱者。只有自己变得优秀了，才能够与优秀的人为伍，才能够活得真正高级。一个很弱小的人拼命合群，反而显得层次更低；一个很强的人如果拼命合群，反而耽误了自己的事业发展，被别人拉低了自己的层次。7. 贬低别人。上学的时候，我的同学小丽常常说，要是我努力一点点，考全班第1名肯定不成问题。是啊，我们常常说要是、假如、如果之类的话，却从来没有行动。我们通过假设使劲提高自己的高度，却不知自己的档次降得更低了。还有的人喜欢挖苦打击别人的人，其实是看不惯别人，觉得别人越优秀越碍眼。他的脑海里不是向别人学习，而是想办法把别人拉下水。他暗中使坏，让别人出洋相，他就开心了。还有的人容不下任何人，把优秀的人当成眼里的沙子。他恶毒的眼神其实是贬低了自己，亮出了自己的丑陋的心。自己伪装成幸福的样子，还使劲贬低别人的幸福，其实是惺惺作态，做了不知天高地厚的事情，需要反思自己。你要看清一个人的层次，你就要把他的言行往相反的方向看。一个人越低调越高贵，越高调越低级。比方说，一个主动向别人请教的人，虽然低着头说着谦虚的话，但是他的形象很高大，并且他的人生出现了积极向上的征兆。高层次的人往往是格局很大、沉默寡言的人，他把自己的姿态降低了，尽量当好配角，更加值得别人敬佩。金杯银杯不如群众的口碑。高层次的人是群众尊重的人，是道德高尚的人。摆架子。记得曾经看过一个故事，有一位富家子弟爱好画些小画，其实技术一般，但自命不凡。仗着家里有钱，请了个名师，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就好装腔作势。有天去乡村写生，碰见一位农作的大伯，大伯瞧着他画画，觉得很是新奇，就多看了几眼。这人觉得农民什么也不懂，就开始虚张声势，告诉大伯说自己是很出名的画家，作画的时候别人不能看。大伯一听觉得很厉害，见他画得这么辛苦，就邀他去村子里吃顿午饭。到了饭桌上，这人发现都是些简单朴素的饭菜，不见荤腥，大发脾气，端起了架子。我可是大画家，我在外面参加展览，都好多人问我要签名，求我作画。你们就拿这种饭菜对付我，多少人想请我吃饭还求不来呢。正巧大伯在外地上学的儿子在家，瞧见画家的语气不善，便上网查了下这人的名字，结果发现这人只是一个普通学徒罢了，甚至都没什么作品，便拆穿了他。画家发现谎言败露，羞愧难耐，提着画板走了。国学大师季羡林生前常说，我最讨厌人摆架子，然而偏偏有人爱摆。这是一种极端的低级趣味的表现。生活中总有一些喜欢摆架子的人，装腔作势，目中无人，在一些比自己弱小的人面前大展威风，摆足架子。而当渐渐熟悉，他的底细慢慢显露，才发现只是一个空有皮囊的人罢了。这样喜欢摆架子的人在生活中可太常见了，妄想用夸张的场面和繁多的表面规矩，营造出一种很厉害的氛围，实在是一种层次很低的表现。作家贾平凹说过，我总觉得做人要实实在在，
没必要弄一个什么架子，刻意张扬。越是能力强的人，越不需要这些虚假的花架子来衬托自己。只有半桶水咣当的人才会摆架子，故作姿态，蒙外行人而已。季羡林曾在《病榻杂记》中写道：三顶桂冠一摘，还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真面目，皆大欢喜。这三顶桂冠便是民众封予他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和国宝的称号，这才是真正的有实力的大师级人物。层次高的人不会去做这种愚蠢的事，他们深知用实力说话才是最能令人信服的。8. 抱怨争吵。看过这么一则小故事：从前有一对夫妻做生意赚了点钱，想买个骡子驮货物，妻子纠结买公骡子还是母骡子。丈夫说买母的好，还能生小的，妻子争着说再生个小的就养不起了。这时2个孩子听到了，大儿子提议说买母的，生个小骡子自己要先骑，儿子不愿意，吵着说如果不让自己先骑，那就买公的。大儿子见吵不过，说那咱俩一起骑。父亲不愿意了，骂道：你们把小骡子的腰压断了怎么办？就这样，一家人吵得不可开交。这时在旁边的邻居说道：都别吵了，骡子根本就不会生育，哪来的小骡子？故事里面的人是不是看起来愚蠢又好笑？但说真的，当我们在为了无意义的事抱怨争吵时，不正和故事里的人像极了吗？为什么说抱怨和争吵是层次低的人才会做的事？因为这2种行为都是在我们情绪最糟糕时发生的，也就是说，我们是被情绪牵着走的，已经不在乎什么对错，只是在逞能罢了。世界上没有吵得赢的架，也没有会因为抱怨而获得公平的事情。层次高的人早就停止了这种无意义的行为。9. 搬弄是非。一位禅师在寺庙中散步时，看到一根柱子上吊着3只猴子，一只掩着眼睛，一只按着耳朵，一只捂着嘴。他惊觉这设计其实包含了大智慧。我们的感官汲取了外界太多的信息，在娱乐化信息泛滥的时代，我们更是被迫接受了很多谣言和是非。如果不能很好的分辨，就会陷入是非的陷阱。而搬弄是非，便是层次低的人才会喜欢做的事。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别人的事不要刻意偷窥，不要故意偷听，更不要随意谈论。整天搬弄是非，在自己看来是消遣，是开玩笑，但对于被是非的人来说，却是真实的伤害。正如《沉默的大多数》里写到的那样，口沫飞溅，对别人大做价值评判，层次很低。真正优秀的人，早把时间用在了提升自己上，才不会浪费在搬弄是非上。层次的高低从来和地位、身份或是有多少财产没有直接的关系，它更代表着一个人的内涵和修养。高层次的人满身正能量，格局宽大，头脑睿智，而层次低的人总是把自己的时间都浪费在无意义的事情上。即使我们不能成为多么高层次的人，也一定不要让自己变成低层次的人，将生命中宝贵的时光都献给提升自己、努力生活上。请远离你身边的负能量场，远离你身边那些低层次的圈子吧。努力做好自己，努力去追求更高层次的生活，构建自己的正能量场，永远保持温暖及向上的姿态。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